人生有高峰，亦都有低谷。但係人生有咗佢，就必定有祝福。人生萬變，但係耶穌嘅愛就永遠不變。他一直因为不育而烦恼。在英国的时候，我见过专科医生，他说我有 endometriosis 所以在家里头呢常常都是不开心啊。想不到奇迹竟然出现，羽西替我做验孕测试呈阳性反应，打电话给我的专科医生那医生说这是不可能的。更想不到怀孕17周的时候，有一辆车子在对面越过6条行车线就撞到我的车子上，我就受了伤，被送进医院。我就跟神说，是主这小生命是你送给我，我现在又交回到你手上。这个广场熙来攘往，非常热闹，充满了城市的动感和活力。人群穿梭在设计独特的建筑物间，叫这个广场加添了一份现代气息。这里就是著名的联邦广场。联邦广场位于澳大利亚的墨尔本，是澳大利亚其中一个最大的市民广场。它是为了纪念这个国家各个州共同成立澳大利亚联邦100周年而兴建的。当2002年广场正式开放，它就成为了墨尔本的市政和文化中心。联邦广场的建筑物外层是由砂岩、锌和玻璃以复杂几何三角图案排列组成，表达出联邦多元但一致的意义。这种多元但一致的特色，也可以在墨尔本华人泳儿的朋友圈子里找到。泳儿的朋友包括来自不同国家的中国人，而他们都同样得到泳儿的帮助和照顾。我来到墨尔本的第2天，他就来探访我。然后他带我去注册了一个英文学校，因为他告诉我说，你想独立要2件事，第一件事你就是说要学会开车，第二你要有好的英文。 She's a very caring person, and if you have any problems, you go to her. And when you cry, she cries with you. When you're happy, she's happy. You know, she comforts you and she prays for you and with you. 她非常就是关照我，对我印象很深的是，因为在中国我们不是每年都庆祝生日的，在中国就是1岁、10岁，然后再以后就40岁、50岁、60岁、70岁，每10年一次。然后我到墨尔本，他帮我一个非常就是一个惊喜，就是给我庆祝生日。我刚开始做生意的时候，维尼他也给我很多鼓励，他会经常到工厂去关心我还有他把他祖父写的一本自传拿给我看。他祖父是一位商人，他想用他祖父的见证来鼓励我。当
当朋友有特别喜庆的日子，咏儿会特别送上自己亲手做的礼物。假如说某某人21岁生日，我就会送上一个熊娃娃啊，再挂上一条有数字21的钥匙，或者是把数字绣在上面了。又有如是 baby 出生，我又送上一个熊娃娃，在上面缝上出生的年份呐，还有他的名字啊。哎，那收礼的人啊就会好开心啊，因为不是一个随便在外面买的这个熊娃娃，是一个我亲手做给他的啊，其中就是有很多的爱在里面。威尼与黄咏儿的这一份爱心，是经历过伤痛后才能拥有。他在香港出生和接受教育，毕业以后就成为教师，生活一直风平浪静。但在结婚之后，咏儿开始面对不育的烦恼。婚后3年，因为丈夫攻读新生婴儿专科，两夫妇先后到过英国和加拿大。去到加拿大呢，就是一个新的环境嘛，我就需要重新适应，又要重新交朋友啊。那雨熙呢，整天就在医院里头工作，所以我常常都是待在家里。当时呢，已经是结婚6年了。在英国的时候我见过专科医生，他说我有子宫内膜异位啊，有子宫内膜异位是比较难以怀孕的，所以呢，我在家里经常都是不开心的，就情绪好低落。为了能够生育，咏儿积极寻求专科医生的帮助，并且决定做一个手术。我见专科医生的时候那位专科医生就提议说，或者呢就尝试一下输卵管整复手术了。但其实这个手术并不需要做的。但是呢，我就好想做，因为我很渴望有孩子但是这一次的手术很奇怪，在手术的过程当中呢，有一段时间我能够听到医生跟护士的对话。就是连那个心脏监测器那些跳动的声响滴滴滴我都能听到。就突然之间那个声响停了下来，完全是持续的滴的声响，我就觉得好害怕。我跟自己说完了，我要死了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好害怕30多岁的人是不会想到自己的死亡，更不会想到就3天过后呢，就好奇怪，忽然间有出人意料的平安，也好喜乐。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热爱看属灵的书籍圣经，整天都在看就好喜欢看。不久之后，咏儿的丈夫因为得到墨尔本医院的聘请，两夫妇就决定移居澳大利亚。到了墨尔本，咏儿继续做专科检查，希望可以怀孕，但是每一次都叫她非常失望。直到2年后，2年后呢，有一个早上，当我祷告读经的时候我就跟神说，主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篇诗篇来赞美你好奇怪的，在我脑海里面就有一个数字113，我就翻开圣经看诗篇113，看到第9节那里那经文说，他使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为多子的乐母。我不知怎么会有这样一个思想，就是是不是神会赐给我一个孩子呢？我还在日记上写下预产的这个日子就大概10几天之后呢经期没有来，那雨欣呢替我做验孕测试呈阳性反应他就打电话给我的这个专科医生告诉他我的这个测试呈阳性反应那个医生说这是不可能的。知道自己怀孕之后，咏儿非常小心，一直留在家里。到怀孕17周的时候，她和丈夫外出买婴儿用品，在商店的这个门口停下车子，
忽然间呢，就有一辆车子在对面就是越过了6条的行车线撞到了我的车子上，我就受了伤了，被送到医院在医院里头呢，我就因为我的胎儿好重要，所以我不接受照 X 光啦，也拒绝服用止痛药啦，只是说就是强忍这种痛楚，那是一种真正剧痛真的好难挨。3天后，咏儿开始呼吸困难，原来他其中一个肾脏破裂，积水压着肺部，需要立刻动手术把肾脏切除。手术后，咏儿脑里面突然泛起一节圣经经文：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就跟神说是啊，主啊，这小生命是你送给我的，我现在交回你手上。就5个小时之后呢，就有小产的症状，然后就流产。那天是我们结婚10周年纪念。失去胎儿之后，咏儿又因为病情恶化而徘徊于死亡边缘，需要再次做手术。面对一连串打击，咏儿竟然完全没有悲伤难过。奇怪的是死亡呢不再是一件恐惧的事情，它可以解决我肉体上的一种痛苦，而且我知道我一定能回到天父的怀抱里。我相信神赐我出人意料的平安，帮助我度过这个时刻。当时是充满喜乐。当他们把我身上的管子完全都拔出来以后，我第一次可以发声，我是唱赞美诗的。我以为他会很痛苦很忧伤但是呢他是有神的确定会与他同行那一段时间神赐他特别的力量，可以越过这个难关我没有办法解释，只是知道神恩待我帮助我赐我平安，所以说出人意料的平安，我自己都不能解释之后咏儿慢慢康复，医生推断她曾经怀孕，再次怀孕的机会很高，但事与愿违，令咏儿陷入人生的低谷。好难过，就整天躲起来哭还有呢，就是很艰难跟别人分享，因为没有小孩就好像一件很丢脸的事情你不能够公开跟人家说特别是结婚周年纪念来临我就特别心痛，很害怕会再次让我想起失去的这个胎儿今天咏儿邀请朋友到家里来，他们一边分享生活点滴，一边预备食物。咏儿曾经帮助这位太太面对丧夫之痛。Well, when my late husband was very sick in hospital, she and Victor visits her very often. But then sadly he passed away, And during this time, Winnie has been calling me, and sometimes, when the phone rings, I say, oh, I don't want to talk to her. Because I know it's her, she'll be ringing me and asking me, what's happening? Why aren't you at church? I say, how can I go to church? Because when I look at the church, when I think about church, it's like looking at the coffin in the funeral. It reminded me of the funeral. But Victor and Winnie, they say you need to go to church and pray for strength and peace, and it will comfort you. And it took me 2 months to really have the courage to go. 星期天我们会就是一起到海边在Port Phillip Bay 那里就是有一个码头，他把灰撒在那里
很多时候呢，我们会一起到那里去，就是一起祷告啊，把花撒进海里啊。And then we have a lovely lunch, by the beach. Yeah. And this went on for 3 years, And then I find that I have the strength to go by myself, without her, because she needs the time to serve other people, to look after other people. 现在，咏儿已经是一位义务传道人，很多人因为他的生命得到祝福。而咏儿能从生命的幽谷走出来，关键在于教会的牧者和教友的支持。当时我们参加一间洋人的教会啊，他们的牧师呢，在辅导方面是很有力量啊，所以呢，接受了他的辅导啊，我们就比较容易走过这个难关呐。我的教会是一家很恳切祷告的教会，每逢星期一到星期五必定就是有4到5个妇女呢到教会去祷告啊。我就是其中一个。有一天早上呢，有一个教友说他有一个感动啊，他看到就是高楼，又看到有难民传来他就说：“哎，咏儿啊，你将来的工作就是向这些难民传福音，是在列治文市。”因为当时政府呢，把所有从越南还有地文来的难民安置在列治文的高楼里头。那半年之后呢，我们的教区就是负责难民事宜的部门主任就来见我。他说他邀请我到列治文去开展这个难民的事工他的目的呢是要在那里建立新的教会。神就是这样，他把我的焦点从我不育的问题转到一个很有意义的这个工作上。在差派咏儿去发展难民事工前的1年，其实教会已经安排他去帮助一位越南难民。想不到这位难民的遭遇反而帮助他解开郁结。从越南来了之后呢，他在这里读大学，但是有一次他就跟他的朋友到 Phillip Island 的时候遇到车祸车祸以后他就变成了高位的截瘫，他也没有什么朋友。这个教区的主任呢，就叫我去探望他。在那1年内，我跟这个病人朋友建立了一份深厚的关系。车祸发生在1979年，车祸之后的1年呢，就是这个病人来的1年在那1年实际上开始能够看见痛苦可以怎么样。当比较那个痛苦的时候呢，你失去了自己的胎儿是很痛苦，对吗？但是我看见这个病人朋友他的痛苦是你无法能够想象，也不敢想。当你做这个比较的时候呢，你的这个痛苦呢就会减少了。1981年，咏儿正式开展难民事工，而上帝就借着这份工作彻底医治他的心灵创伤。当时我开始到大厦做探访有从越南来的，也有从地文来的这些难民当时有年老的，也有年轻的。但是因为呢，我本身是教师所以呢，就对那些年轻人很容易建立一份好的关系。我想经过1-2年的探访之后呢，就认识了一群年轻人，我就组织了一个青少年小组。我呢就会帮助他呢，尽量帮他我自己在医院里有工作如果星期天他有什么这个小组活动年轻人我就当司机了有什么能够帮忙的就帮忙就跟他一起去做这件事儿是很高兴的事儿看见他做的有成绩有喜乐我看见那些年轻人信耶稣的时候呢，就是有成长慢慢的呢，神就是这样医治我。那这群年轻人呢，就好像我自己的儿女一样了
就回想起10年前的金句啊，就说我能够成为多子的乐母啊。回想，原来是神的旨意啊！如果我们有自己的孩子，他不一定有时间做这工作呀。1986年，永儿在列治文市成立了一间华人教会。他除了服侍难民之外，近年更在信仰上帮助了不少来自中国大陆的侨胞。即使来到这里，我也没有一个就是很规律的读经跟祷告时间。然后维尼他就鼓励我，他说你就要建立一个这种有规律的读经祷告时间，你把一天你的时间，把最好的时间给上帝，就放在早上的时间，然后你坚持一段时间读经祷告，因为你这样子，你一天开始就有一个跟神很好的交流。他会用送我一件礼物，就像那一幅画，上面有几句话，一个信心与一个 faith 这样一个主题。相信的人是强大的，怀疑的人是软弱的，用这样来鼓励我们的信心。就说他怎么样把就说神的爱啊，就说传给大家。维尼他从来不拿1分的报酬，就在为那个基督事业日夜的忙碌，他不知道都数不清多少个家庭他去过。2008年，永儿的丈夫提早退休，跟她一起在教会服侍，将基督的大爱与更多人分享。很多时间啊，可以一起服侍啊、探访啊，还有呢，我跟他的时间啊多了好多。以前啊，他在医院里头工作，其实呢，给我的时间啊真的是好少。现在我们可以常常见面啊，就在一起啊，这是我生命当中最快乐的日子啊。虽然我们没有自己的孩子啊，但是因为是多了空闲的时间呢，就可以帮助到许多在教会里或者是外边的人这样看来呢，我们的生命啊，比起有自己的孩子更丰盛呀。她就是一个很慈祥的一个母亲，就是很多的孩子都是她的孩子，她就是像自己亲生的孩子一样，就是關照他們。曙光若閃人牽，前面縱有挫折，愛心未動搖，無奈盡身，熱情我未冷，忘困倦不喪膽，請住你手人牽，世上縱有挫折，我心戰在燃，前路遠探，望穹蒼驚嘆，心中希冀，熾熱地期盼。维尼与黄永儿虽然没有自己的孩子，但他对别人所付出的爱和关怀，就像母亲一样。这一份爱心是从他所相信的上帝而来，而且是经过痛苦的洗礼，能够点燃心灵，激励人心。回顾过去这么多年啊，我看见呢，在神的手里啊，他可以把我痛苦的这个经历变成祝福啊。现在呢，我可以用我自己的痛苦和其他人分享，可以就是鼓励他们。当你能跟从神的旨意而生活的话呢，他会带领你走一条路，这条不是黑暗的路，也不是死亡的路，是一条很光明的路。如果永儿的经历令你想进一步认识这一位将苦难化为祝福的耶稣基督，请你现在就致电恩语生命热线或登入恩语之声的网页与我们联络。愿神赐福你。
真理是你送走虚妄，这世情纵使充滿無奈，一生將愛衝破。驚訝是你帶走悲愴，有自由滿心爭奪束縛。人在絕處，在裏面有光，曙光若閃人牽，前面縱有挫折，我心未動搖，無奈進山，熱情我未冷，忘困倦不喪膽，請住你手人牽，世上縱有挫折，我心戰在現，前路遠探，望穹蒼驚嘆。天際上頭，歡欣心裏盼。滴滴恩语滋润普世华人心灵。恩语之声以世界各地华人经历耶稣基督带来生命改变的真实故事，透过全球电视和电台广播网络，还有电脑互联网广传福音，也以生命关顾电话热线帮助有需要的人。我们的事工很需要你经济上的支持，就让我们继续为福音齐心协力。